中国古代的契约文书为什么经常正写一行，倒写一行？道士符箓上的文字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同一个字为什么会有不同写法？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们今天就来到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停车场位置很富裕，同行人是老朋友南希。到了博物馆之后发现，这边共分为3个区域，分别是宣文馆、徽文馆和博文馆。其中的博文馆是哄孩子的地方，我们俩这么大了不用哄，所以直奔徽文馆，门口扫2维码即可预约。现在我们走进汉字民俗展厅，先从汉字崇拜开始看起来。在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类才创造出了文字。当人们发现文字能带来很多便利之后，就有了净息字纸的习惯，也就是把写了文字的纸张都统一送到净字亭之类的特殊地方，再集中焚烧处理。在出现汉字崇拜的时候，也出现了为尊者讳的情况。如果帝王的名字出现在日常必用的文字里，那就得把日常的文字修改了。不及时办好这事儿的人，往往就会被下大狱，这就叫做文字狱。其中也有好多捕风捉影的冤案，比如博物馆中提到的为民所指案，为字指字影射雍正无头这件事儿，就是子虚乌有的冤案。后面是关于测字的介绍，就是给马路边的神棍写个字，让他把这个字拆开分析，以预测吉凶。这其实还是文字崇拜的具象化体现，不然谁会相信字能决定人的命运？此外，古人认为用朱色写出文字就拥有镇邪驱鬼的非凡意义。现在老师判作业也是用红笔，能不能镇邪就难说了。下边的玻璃柜子里就有朱书实物，不过大多数都是复制品，中间的黄君发行砖是真文物。这是一件来自洛阳的东汉文物，黄君是神灵的名字，发行则是遵照律令驱邪求佛的意思，余下的文字是设酒祭祀的意思。后面是对反字道文的介绍，在黑神话悟空里，我们经常会在石碑上看到反字道文，而在现实中的黄羊题凑墓葬中也会有这种反字道文出现。有专家推断，这是为了表示阴阳有别，就如同丧服常把右刃变成左刃一般。至于卖地的地契，那更是一行正一行道。部分专家则推断为，这是以特殊的排版形式来增加造假的难度。下面我们进入汉字俗解篇，说白了就是大家看见这个字之后，就按照自己的第一反应来解析。这个原理近似于现在的形声字，比如社字从古就是如此。此外也有象形俗解，比如囧字在甲骨文时代就存在了，但现在它有了全新的含义，也就是网友们俗解的结果。有些情况下，人们会主动给字减少笔画，然后赋予它不一样的含义。比如这个著名的重二，就是风月二字去掉了外边框，意为风月无边。而曲阜孔府大门上的富字缺了上边一点，这个叫做富贵无顶。张字的竖杵透了半拉字，意为文章通天。乾清门的门字不带钩，因为这个钩被视为火笔，担心它招致火灾，就去掉了。后边还有一组漫画，把酒字的3点水写得特别大，这个指的是酒里兑水太多了。这画风在我小的时候是很常见的。当然了，学习文字也得寓教于乐，于是便有了字谜之类的游艺。较早的字谜便是东汉蔡邕在曹娥碑上题写的黄卷幼妇外孙急救8个字，其谜底便是绝妙好词4个字。而灯谜则被视为万谜之祖，这个我在贵州都匀见过实物，博物馆现场也可以猜字谜。然后我点了个胡字，猜对了，其实我是炸胡瞎蒙的，并不知道为什么是它。然后进入对联篇，我记得小时候经常能看到和对联相关的趣味书本，但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见到对联了，只有春节时能跟它打个照面。后面是一些花样诗，就是给诗的文字做各种加工，让它正读反读横读竖读都能成篇。这些当成文字游戏了解一下就好。作诗这事儿本来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如果给全身都挂满镣铐，那就从舞蹈变成杂技了，本身的内涵也就变了。然后我们进入地方民俗字篇，先来看同字一体，比如福字和寿字就有很多的写法，这种字在很多的工艺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当然了，像孔乙己追求的一个回字4种写法也当归入此类，所以这玩意儿用处不大，也就是做工艺品漂亮，此外它也没什么用，不然孔乙己不能混那么差。后面是多字组合，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 biang biang 面中的 biang 字，后面还有一些4合1的祝福语，
原来这些东西是古而有之的，这类一般被归入组合民俗字。下面我们进入地方民俗字区域，在碑刻的文字中会有一些写出来不一样的字，此外在通俗小说里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字，甚至这些特殊的俗字都被集结成书了。再下个章节是装饰民俗字，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花鸟字，这种艺术形式在景区是很常见的，花点钱就有人给你写。博物馆展示的花鸟组字对联在平时是不多见的，一般大伙都是选择写名字。当然了，新时代也有新时代的花鸟字，人们对此类艺术作品的追捧就是当下的新民俗。然后是瓦当文字，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经常去博物馆的朋友都知道，古代的瓦当上经常是有文字的，而且上面大都是吉祥话，这是古人的一种朴素祝福，而且很多人也把这种祝福方式平移到了瓷器上。下面是文字图画，头一个举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鸟虫书，这种早期的文字和图画是完全不分家的。后面是文字画，这是故意把文字改造成图画的样子。西安碑林博物馆里收藏着此类的实物，这是把一首称赞关公的诗给画成竹子叶了。那么侠客行里最后的武功秘籍，想来也是按照此类文字杜撰的。然后我们进入神秘民俗字篇，这边率先展示的是道教的自创字，后边还有专用的符箓文字，在别处是见不着的。再往后还有改写组合的神秘文字，外行是无法轻易看懂的。同时这边还特意介绍了女书，这是一种流行于湖南江永的文字，主打传女不传男，它这个造型看起来更近似于古老的象形文字。同时这边还介绍了行会文字，但具体的介绍很少，反正我俩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医生写在处方上的字，除了药剂师之外谁都看不懂。再往后是山西密押票号，那时候都靠汇票兑银，但这一张纸万一有人造假怎么办？有人乱改金额怎么办？所以山西老财们就发明了密押代号，只有代号、金额和时间都对上了，这银子才能取出来，不然一切免谈。至此我们就看完了汉字民俗展厅，现在我们来到字书琼林展厅，这边先介绍了字书的历史，其中提到的史咒篇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说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下面提到的仓颉篇并不是仓颉的作品，而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由李斯等人做的字书，旨在推广统一之后的小篆。这一套共有3册书，被统一称为仓颉篇或者秦三仓，另一个合并的版本则是近代新整合的汉三仓。然后是编纂于东汉的《说文解字》，这是全世界第一部字典，其价值不言而喻。其中提到的一个理念叫做六书，所谓六书指的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6种类型字，其中的一些概念我们今天还在用。与六书相关的典籍可不止这一本《说文解字》，除它之外还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后面是康熙字典篇，这是康熙年间编纂出来的字典，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内容主打一个齐全，不过内容较多，不是很好消化的样子。下面我们进入古雅意韵篇，这里有一门绕不开的学问，叫做训诂学，这是一门研究如何解释古代词语的学问。也有一本绕不开的书，叫做尔雅，这是一本最早的用来解释古老词语的词典。后世的学者给尔雅做的注，也成为了流传后世的巨著。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词典，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其中东汉学者杨雄所编纂的方言一书，便是最早的一部方言词典。为了方便游客了解方言，这边还特意准备了互动屏，可供参考。不过这边只分了个大概，比如天津作为北方方言中的孤岛，就没有被区分开来。之后唐代陆德明撰写的经典释文，则是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译的作品。因为汉魏时期的经典注音已经乱套了，所以陆德明决定站出来解决问题，就写了这本书，给儒家经典注音释义。然后我们进入韵学梯行篇，这边讲的是音韵。所谓音韵指的则是声母、韵母和声调这3项合到一起才是完整的读音。这边所提到的韵书就是规定文字读音的书。博物馆里边也收藏了一些唐代的韵书残卷，这是很珍贵的。之后到了元明清时期所诞生的中原音韵等韵书，则是基于北方方言编纂而成的。下面我们进入集成创新篇章，这边又再次提到的字典，那刚才的康熙字典为啥不放在这儿呢？我们能在这边看到代代相传的新华字典，
靠上一排比较旧的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下面这一排新的是我女儿现在用的。后面是词典，主打一个名词解释。现在词典已经逐渐式微了，它被百度百科之类的内容给逐渐替代掉了。其中编纂于1931年的词源，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此外还包括一些古文类书，重点解析甲骨文和金文，这些就比较小众了。后面还有一张国语4000年来变化潮流图，它所代表的就是文化传承的历史。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千古名家，这边有一个互动屏，可以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名家的往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教授，几乎人均读过他的作品。后边还有很多古代的名家，他们的作品便是我们刚才一路见识到的那些传世之作。至此我们就逛完了汉字民俗展厅，下面我们坐电梯登上2楼。当时这边有个展览是建国75周年书法展，同时馆内还有个大屏幕在介绍书法家本人的故事。虽然我们家是书法世家，但全家数来数去，就我自己对书法一窍不通，所以只能随便看看了。现在我们进入 A3 展厅书院英华，这边是介绍书法载体变迁的地方。头一个介绍的当然是最古老的甲骨文，它的载体就是龟甲和兽骨，字体也是比较原始的，不太容易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之后是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个时候的文字已经初步具备了书法的规范感，因为青铜器的铭文是直接隶属于庙堂的，所以书写起来会比之前更规范，值得欣赏的地方也会逐渐变多，甚至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直到今天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再往后是自秦汉而兴的石刻书法，其具体所用的文字则是篆书、楷书和隶书，比如泰山秦刻石用的就是篆书，东汉的礼器碑用的就是隶书。但我在线下穷游仿古时所见到楷书石刻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另外两者，因为楷书是后世的主流，它更容易被保存下来，所以存留的实物比较多。下面进入简读文书篇。在纸诞生之前，人们都用竹木削成片片写字，削成长条的就是简，削成短片的就是读。一般来说，简是以竹子材质的为主，木头的也有，但不算多。至于读，则基本上都是木头的，竹读是较为少见的，反正我是一个都没见过。同时博物馆里还对简读的制作过程给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而博物馆中的文物则基本上都是从湖南借调过来的。因为中国的简读绝大多数都是在湖南出土的，所以他们的藏品量自然也是最丰富的。然后有个互动屏，讲的是卷本书记，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我记得在古代，卷是一种挺贵的东西，而且不像竹木那么皮实，这能穿越千百年保留下来，可是真的不容易。后面的笺文帛书篇也是讲人们用丝织品所写下文字的历史往事。我们在此可以发现，传世的古帛书并不多，连明清时期的帛书基本上都是限量版的。最后终于到了纸书汉墨篇，自从又便宜又轻便的纸张出现之后，书写成本大幅度降低了，文字的传播度也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时候留存下来的作品也比之前更丰富了，很多名家名作都是在这个时候流传下来的。我们能在这个区域见到很多在课本中出现过的那些大佬，书里说他们是文学家、政治家，但很少有人提到他们同时也是厉害的书法家。可能这项成就在古代太过平凡了，人均都会写书法，就没人把它拿出来说事儿了。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书院英华展厅，也逛完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徽文馆。我们能在这边看到，在过往的岁月里，人们创造了文字，并逐渐与它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含义，以及被不同的载体所承载。越是低成本的载体，对文字的流传就越是有利。古代成本最低的是纸，现在则是互联网。只要交够了网费，你就能在网上创作出无穷无尽的内容来。所以互联网民的语言习惯也对流传了数千年的文字形成了全新的影响。其实我们使用文字的习惯，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中所逐渐形成的。有些习惯被时间淘汰掉了，而有些习惯则被人们保留了下来，变成了成语、俗语以及歇后语。哪怕是在未来，我们的语言也会在新陈代谢中不断的向前变化，从而绽放出全新的魅力。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成，一起旅行。